这个士兵刚刚结束完一场激烈的战斗，正坐下准备休息，一道亮光却突然照射在他的脸上。他有些好奇地走上前查看，才发现原来是一张美女的照片。想到有可能是某个战友掉落的，他也就随手揣进了兜里。可就在他转身想要离开的时候，一发炮弹却突然落在他先前休息的地方，强烈的冲击瞬间将他震得当场昏迷。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医疗兵拿着那张照片找到他，说他的小队已经全部阵亡了，只有他去捡照片离得较远，才侥幸只受了点轻伤。看着手中这张救了自己一条命的照片，罗根虽然有些感慨，但还是不忍心将它据为己有。于是他便拿着照片四处跟人打听，可一连询问了不少人，却始终都没人知道这张照片到底是谁的。战友们打趣说，这张照片就像是罗根的幸运符，如果不是他刚好出现，罗根也不可能活下来，还让他有机会一定要找到女人当面感谢。可谁知话还没说完，一发炮弹又再次击中他们的装甲车，而罗根又一次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。这张照片就仿佛真的有着某种魔力一样，保佑着他躲过了一劫又一劫。退伍后的罗根来到了姐姐家暂住，但他常年身处在战场上，一时却很难适应正常人的生活。战后的综合症常常会导致他做出一些应激反应。有一次，两个外甥想要叫他起床，他竟然下意识地掐住了对方的脖子，顿时把两个小家伙给吓坏了。罗根自己对此也很是苦恼，自从离开部队，没有指令的日子让他彻底失去方向，生命似乎也失去了意义。于是他在网上查出了照片的拍摄地点，决定要去见一见这个女孩，看看能否找出自己活下来的答案。第二天，他只给姐姐留下一封告别信，便带着自己的爱犬踏上了寻找之旅。他们步行着穿过无数城市，每天从日出走到日落，经过连续多天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。罗根拿着照片四处打听，最后在一个酒吧里得到了消息，原来照片上的女人名叫贝斯，还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有名气的宠物寄养所。罗根听完立马就赶了过来，也在这里，他终于见到了那个心念已久的人。但初次见面，罗根却显得有些语塞，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说明自己的来意。正当他打算掏出捡来的照片时，贝斯却误以为他要拿出的是小广告，立马滔滔不绝地开始介绍起这里的工作。因为此前他刚好发出了一些招聘信息，罗根耐心地听完介绍，寻思着自己正好也想要过一种新的生活，倒不如就先留下来，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向贝斯解释。可当得知罗根是徒步走了1300多公里来到这里时，贝斯立马就觉得对方不是一个正常人，当即便想让奶奶找个借口将他赶走。奶奶有些好奇地询问罗根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想要来打扫狗舍？罗根解释说自己以前在部队服役，现在退伍了，只想找一份比较和平的工作。也在这时，身边的狗狗突然叫个不停，但罗根只用一个简单的手势便让其安静了下来。奶奶顿时觉得眼前的小伙颇有能力，于是便顾不得孙女的意见，直接就当场聘用了罗根。How'd you get him to leave? I gave him the job. You what? 就这样，罗根在附近租了间破旧仓库住了下来。第二天一大早便开始了不知疲惫的工作，刚打扫完脏乱的狗舍，就又立马跑去收拾破旧的仓房，不仅把里里外外修补了一遍，甚至连庭院里坏了几年的拖拉机也因为他的到来而重获新生。通过几天的观察，奶奶开心地对孙女说，留下罗根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但贝斯对罗根却总是有些抵触，因为罗根经常会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，让他感到浑身很不自在，所以每次他都不怎么待见罗根。直到这天，罗根像往常一样带狗狗出门溜达，路过一处小河边时，正好遇到贝斯的儿子正在拉小提琴。 Not bad. I didn't think anyone was listening. Glad I was. 男孩由于父母离异，在学校里常常遭到同学们孤立。虽然罗根只是一句简单的肯定，却让男孩感到自信心倍增，很快便和罗根成为了好朋友。他甚至是不顾妈妈的反对，把罗根邀请到了家里来吃饭。好不容易有了和女神近距离接触的机会，罗根当即也开心的手舞足蹈。饭后他还陪男孩玩起了下棋游戏。这时男孩提议输的人得负责今天的洗碗，于是罗根很巧妙地下了个棋差一招，顺理成章地来到贝斯身边帮忙清洁厨房。作为回报，男孩也为他表演了一段魔术。看到两人相处得如此开心，贝斯的内心也渐渐放下了对罗根的抵触。临走时，罗根再次鼓起勇气想要说明来意，可话到了嘴边，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。Sorry, I can't find the right words. It's all right. Another time, maybe. After all, I'm not going anywhere. 虽然贝斯没有再继续追问，但罗根对此却很是苦恼，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被一张照片救了数次性命。而隔天正好就是贝斯哥哥的忌日，贝斯一大早就带着奶奶前去扫墓，可回到家，他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院子里。许久之后，又突然拿起剪刀一阵乱剪，甚至还把花盆砸了个稀烂。罗根发现不对劲，连忙跑过来抱住了他。
原来贝斯的哥哥也去参加了战争，但是1年前却在战场上牺牲了。然而对于死因，部队却一直没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，甚至有传言说他的哥哥是被友军给误杀的。贝斯和哥哥从小感情就非常好，他对补偿没有任何要求，只是不想哥哥死得如此的不明不白。看到怀中贝斯痛苦的样子，罗根同样是心如刀绞，但也只能默默安慰他。You got a great laugh, you know that? I wish I could hear it more. Why didn't you try telling me a joke? Because you're gonna have to get a few beers in me before I start telling you jokes. 也从这一刻，罗根彻底走进了贝斯的内心。细想，从罗根来到这里的那天起，所有人的生活都在渐渐发生着变化。不仅寄养所的业绩蒸蒸日上，奶奶也是整天面带笑容，就连平时孤僻安静的儿子，性格也都变得活泼了不少，仿佛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然而遗憾的是，这份美好却很快就被打破了。这天，贝斯的警察前夫出现了，他接走了儿子去参加棒球比赛，结果却不小心摔破鼻子，弄得浑身是血。但前夫对此还一脸不在意的样子。贝斯忍不住抱怨了2句，不料这却引得前夫勃然大怒，甚至还想动手伤害贝斯。幸好罗根听到动静，及时出言制止了他，但也因此罗根被他记恨在心。前夫走后，罗根好奇地询问贝斯为什么不选择带着孩子去别的地方生活。然而贝斯却说，前夫的家庭在当地有着强大的背景，威胁他敢离开的话就会要回孩子的抚养权。为了不失去儿子，他也只能对前夫言听计从的。可对此罗根却告诉他，有时候一味的忍让并不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式。这句话仿佛一下子触动到了贝斯的内心，让他顿时想明白，自己的无底线妥协并非是为了孩子好，反而只会一次次的让孩子受到伤害。于是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顾忌，趁着罗根还没走远，连忙冲出去对他大喊道 Hey! When are we gonna get those beers? I won't forget. 晚上2人一起来到湖边的酒馆，对彼此的好感让他们越聊越投机。贝斯还邀请了罗根来到家里的渔船上，这是他父亲留给他唯一的礼物。只是因为年久失修，已经发动不了了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暧昧的气氛。临别时，罗根忍不住地吻向了贝斯，2人也就此确立了恋爱关系。第2天，罗根在卸货的时候，贝斯在厨房看得入了迷。罗根卸了多久，他就看了多久，直到奶奶提醒了他一句 Now that's as clean as it'll ever be. 贝斯尴尬得赶紧逃离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贝斯多了很多欢笑，儿子也特别喜欢罗根，2人的感情不知不觉间也在急剧飙升。但是这天在儿子的生日派对上，前夫也来了，他对罗根很是反感，还威胁贝斯，如果不和罗根断绝来往，那他就要夺回儿子的抚养权。贝斯知道他在这个小镇上有这个人脉和本事，内心也不禁泛起了一阵犹豫。晚上，奶奶见孙女一脸的郁郁寡欢，她当即就明白贝斯纠结的内心。So are you planning to let him bully you all your life? 这番话顿时让贝斯陷入了沉默。看着床上熟睡中的儿子，贝斯忽然意识到自己确实不该太过懦弱。于是第2天，他就找到了前夫摊牌，将这些年心中的不满全部发泄了出来。You want to go back to court? You just tell me when. Otherwise, you stay the hell out of my life. 说完，贝斯不顾一切地找到罗根。这一刻，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之后的生活，罗根彻底融入了贝斯的家庭，每天陪着母子2人嬉戏打闹，闲暇时还会带着男孩练习拉琴。他知道男孩的性格比较自卑胆小，常常只敢独自一人窝在小木屋里演奏，所以还特意帮他申请了一起去教堂演出，想要以此来帮助男孩提高自信。在罗根的鼓励和陪伴下，男孩终于敢站在台前面向观众。看到儿子短短时间就起到如此大的变化，母亲也由衷地感到了欣慰。可就在众人离场的时候，看到罗根与贝斯手拉手亲密的样子，前夫的朋友特意跑过来告知他，说之前有人拿着照片在酒馆里向他打听贝斯，而这个人就是罗根。听到这，一条歹计瞬间涌上前夫的心头。等傍晚罗根回到家的时候，发现门锁已经被人撬开，而放在书本下方的照片也跟着不翼而飞。前夫拿着照片找到贝斯，贝斯一瞬间就愣住了，因为他一眼就认出这是他以前给哥哥的东西。前夫见状立马开始煽风点火，说之前一直传言哥哥是被友军误杀的，或许罗根就是凶手，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赎罪。听到这话，一个可怕的猜测顿时在贝斯脑海中浮现。前夫走后不久，罗根刚好来到这里，贝斯立马质问他照片到底是从何而来。而这时，罗根终于说出了心中很早就想说的话。 It was in the morning. After a night raid, I just found it. Finding something like that, it's like finding an angel in hell. So I kept it with me. And I survived a lot of things. Things that I had no right to. I promised myself that if I made it out, I
I would find that girl and thank her. 可无论罗根怎么解释，贝斯都认为照片是用来保护哥哥，而不是用来保护他的。悲痛中的贝斯甚至狠心地将罗根赶走。可当罗根正准备离开时，男孩却急急忙忙地追了出来，将自己最喜欢的书送给了他。回到家的罗根翻看着那本书，突然在夹层中发现了一张照片，只一眼他就确定这是贝斯的哥哥，因为就在他捡到照片的前一天晚上，他与贝斯哥哥的队伍有过一次遭遇，并且后来还亲眼目睹对方为了救战友而牺牲。想到这，他连忙想将这个消息告诉贝斯，可还没等他赶到，前夫就先一步找到了贝斯，表示想要与贝斯重修于好，但贝斯果断拒绝了他。前夫一听，顿时恼羞成怒，立马威胁贝斯，不答应的话，他就要把儿子带走，让他们母子再也不能相见。这话也被隔壁的儿子听在耳中，吓得他仓皇的直接从家里逃了出来。此时外面正下着暴雨，男孩走在摇晃的木桥上，想要躲到他常去的那间木屋里。追来的前夫看到下方湍急的水流，顿时慌了神，不停地喊着让男孩赶紧回来。可就在这时，木桥却突然断裂，男孩抓着绳索，情形惊险万分，连带上方的木屋也开始摇摇欲坠。前夫跳进水中，不顾一切的想要去救回儿子，怎料双腿却被什么异物给卡住了。好在这时罗根也赶到了这里，见此情形，连忙也跳进了河里，成功将男孩救到了岸上。可就在他转身准备去救情敌的时候，上方的木屋却突然掉落下来，生生砸落在前夫头顶，令他当场牺牲。几天之后，罗根拿着照片告诉贝斯，他的哥哥并没有死得一文不值，他是为了救战友而牺牲，是个真正的英雄。看着贝斯沉浸在悲痛之中，罗根默默选择了离开。但还不等他走远，贝斯就从后面追了出来，与罗根紧紧相拥在了一起。电影至此结局圆满。或许这一切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罗根就是哥哥亲自为贝斯挑选的男人，而他遗落的照片也像幸运符一样，保佑着罗根一次次死里逃生，这才促使两个完全陌生的人能够相遇，厮守一生。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运符，也希望每个遇到他的人能够好好珍惜。